快快快！老板，还差5亿刀就能拉爆华尔街投行股价，我正在四处调集资金。大家注意，调动所有流动资金，准备狙击。华尔街投行爆雷了，股价大跌，还引发了惊慌海啸。老板，查到了，是您的老对手金融女王在最后一刻拉了我们一把，拉爆我们投行股价。又是他。近日，华尔街投行遭遇惨重商业狙击，即将破产重组。此次破产也引发了金融海啸。蒋总，我们才给华尔街投行致命一击，赚了上千亿刀。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隐退啊？明州，钱是赚不完的，我该退休了。不过这次我们也不亏，虽然离原计划有点距离，但是也记账几百亿刀。好了，我也该退休了，继续寻找金融女王。我一定要找到她。你看看，这赵叔跟江离姐啊，可真般配呀，真像两口子。还真是啊，赵叔，你要不和我们江玲姐大伙过日子呗？啊，俩人也互相有个照应嘛，是不是？是啊。哎，喂，啊，对，再买1万块钱的，现在黄金蹭蹭的往上涨，晚了就亏了。行，好。王婶，这金价马上就要跌，可不能再买了。哎，王婶，你可别听他瞎说，他一个卖菜的懂什么？听我的，黄金啊，今天一定会突破1200。就是啊，我怎么就瞎说了？你个杀猪的，比我一卖菜的你强哪儿去了？哎呀，黄金肯定会暴涨。就凭我不能告诉老赵这波金价是我炒上去的，那还不如告诉他我是金融女王呢。黄金它本来就是硬通货。不是咱们再买点吧？买什么买？不买！我跟你们说啊，现在这金价会涨，为什么呀？那是因为背后有机构操盘。这时候散户再冲进去，那不平等着被割韭菜吗？哟，一个卖菜的还晓得机构操盘，还割韭菜？我看你一脸菜色，长得就像个大韭菜。谁大韭菜？我大韭菜。你才大韭菜，你全家都大韭菜。你不是说金价会暴涨吗？我让你亲眼看这金价是怎么跌下来的。四阳，把黄金价给我打下来。哎，你不说金价会暴涨吗？亲眼看着，马上它就往下暴跌。近日黄金价格因市场波动下跌5个百分点。天哪，这黄金真的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按我的判断，这金价怎么也得突破1500了，怎么不到800就跌了？杀猪的，谁是大韭菜？大韭菜呀！你给我等着！喂，张丽姐，有机构大量抛售黄金砸盘，现在还在抛呢。照单全收，说什么也要把金价给我拉上来。就在刚刚，金价止跌回升，即将突破1000元每颗大关。金价能否到1200元单价，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明明已经大量抛售了黄金，这金价怎么还能涨来？今天这金价是咋回事啊？以前一天一个价，现在10分钟就一个价格，这是……我都跟你说过了，咱们普通人就不适合买黄金去玩。你现在弄的怎么办啊？你还投进去这么多，这我也不知道呀。这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到底是谁在跟我对着干？能有这等财力的，全世界都屈指可数。算了，和心爱的人争什么长短，让他赢一回又如何？收手吧。老板，这时候停手，金价一旦上涨，我们至少会损失上百亿啊！就算是我赢了全世界，要是输了他，还有什么意义？金价又涨上来了，早知道我刚才就买了。我去，早到咱俩快点买去。哎，听我的对了吧？你看，金价是不是又涨了？我说的是对的吧？买你少了。最厉害了，你就不应该去杀猪，你应该去那个华尔街看那个什么金牌投资人。懒得跟你这个大韭菜废话。好，那我是大韭菜，关键是我这大韭菜呀。老看在我今天赢了的份上嘞，回去给你炖猪鞭汤喝，好好补补你的老公。还猪鞭汤？没标。行。哎呀，这一板一花的吃，还有猪鞭汤。我说你们这帮泥腿子怎么回事？不是限期3天让你们干吗？赔偿还没给我们，你说强拆就强拆啊？凭什么？就是赔偿。我说是哪个裤裆拉链没拉好的，把你这么个玩意儿给漏开了？我高市集团拆迁还从来没给过赔偿。这混蛋！大家伙，让我们搬走可以啊，赔偿得给到位。没错，不给赔偿我们就不走。看来啊，高天武今天不发威，这他妈把我这不疯了吧？哎呦，我没有讲，我说老张，高天虎，你找死！都别冲了，高天虎，差不多了，再闹大了你也受不了。明天就是拆迁的最后期限，再不给我滚，有你好看。走。高天虎，你给我滚回来，我跟你没完！跟大家伙没事就行。张，都流血了，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跟你讨命的。哎，张叔，你受伤了得去医院啊！去什么医院？你江离姐要去找高天虎拼命，我不得拦着呢？赶紧进去！最近工作辛苦，累得妈的。哎呀，你命也不错，这首相说后半生会遇到贵人啊。爸，你放心吧，我已经警告过那帮土包子，3天之内必拆断那个菜市场。好，没有预约你不能进去啊！没有预约你不能进去啊！这是怎么回事？抱歉，高总，这位女士没有预约，非要与您见面，我没有拦住。哎，你不是那个菜市场杀猪的吗？竟敢跑到这儿来？说吧，你来这儿干什么？道歉。道歉？
我他妈要给谁道歉啊？给刚刚那个被你酒瓶爆头的人道歉。你让我给一个卖菜的道歉？你出去打听打听，我高田武打人什么时候道过歉？不就是想得钱吗？10万，够了吧？我差你这点钱。妈，哎，我们都是上流社会，别太粗鲁。哎，我们要是不道歉，不道歉也可以，那就请你也拿酒瓶给你儿子报告。这个事情就这么算了。找死啊！就凭你个杀猪的，也敢打我？我要是不动手呢，你能拿我怎么样？不打也可以，那就让高氏集团破产。不打也可以，那就让高氏集团破产。这可是今年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咱们高家居然被一个杀猪的给威胁了，这要是传出去，整个龙国商界还怎么看咱们高家？你是不是不知道啊？敢威胁我们高家，所以今天你是来送死的吗？来人！我劝你们高氏父子最好不要作死，一般我第一次开出的条件都是最好的。哎，都别冲动，都别冲动。这没多大事儿，这何至于闹这么大动静啊？赵，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了不让你来的吗？净添乱。我这不是放心不下你吗？高家还是有点势力的，我又没受什么伤，要不这事儿咱们就算什么算啊？说了要替你讨回公道呢。他们今天要是不道歉，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在我们高家的地盘还敢这么说话？没挨过打是吧？给我上！扔我一老头儿，你看我呛了，这打我呢？我欺负人吗？1分钟。我看你们高家是非要一条道走到黑了，那就成全你。喂，李明洲，1分钟内我要让高氏集团破产。李明洲，这不是金融女王身边特助的名字吗？1分钟内我要让高氏集团破产。原来我一直苦苦寻找的金融女王，居然就在我身边儿。嘿，这下有好戏看喽！哎，我说这是怎么了？现如今一个杀猪的都敢骑到我高家头上拉屎是吗？还1分钟让我们破产？收拾你一个高氏集团，1分钟足够。杀猪的，我忍你很久了。我们高氏集团怎么说也是一个100亿级企业巨头，就凭你个杀猪的，说让我们破产就破产？哎，大侄子，他说让你们高氏破产，你们高氏啊就得破产，他真有这个能力啊！老赵怎么知道我有能让高氏集团破产的能力？难道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不可能！你们一个杀猪的，一个卖菜的，居然让我们高家破产？不是，你们来我这唱双簧了是吧？来，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让我们高家破产的啊！我本来不想把事情闹这么大，如果你们现在道歉的话，我可以既往不咎。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够，这场闹剧该收场了吧？田虎，把他们2个给我扔出去！我早就应该把他们扔出去。上！高总，不好了，高总，集团股价暴跌，供应商纷纷堵在门口催款，现在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了，你快想想办法呀！怎么回事呀？高总，还钱！大家安静，大家听我说。股市下跌是正常现象，传言说我们高氏集团要破产了，这些都是谣言，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呀！你说谣言就谣言，那我们钱怎么办？还
钱，就是还钱，还钱！大家放心，我们高氏集团是不会拖欠大家1分钱的。现在你们就可以去财务那边去结算。小刘，你现在就可以带大家去财务那边去结款。是，大家请跟我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如果你们现在道歉的话，还有回转的余地。再晚一点，神仙难救。你知道我刚才损失了多少钱吗？啊，那可是几10个亿呀！爸，这一切不可能是他干的，他就是个杀猪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大能量。既然你们不相信，那就让高家在商界除名吧。什么？除名？你以为我高家就是这么好被你拿捏的吗？那你也太小看我了。这高家呀，背后还有靠山。你要真想出这口恶气，我帮你。我知道你闹什么呀？你拿什么帮我？这又不是你的菜摊，你们商界的事儿就别掺和。哎，你们公婆俩这一唱一和的，真拿这儿当菜市场了吗？我不管你们是谁搞的，今天你们都一样完蛋！执迷不悟。就在刚刚，龙国顶级商会昆仑商会全面支持高氏集团，高氏集团的股价应声涨停，破产谣言不攻自破。怎么会这样？李明忠，继续狙击高氏集团的股价，我要让高氏集团从此在商界除名。江丽姐，现在高氏集团有昆仑商会护着，再想商业狙击高氏集团，至少需要上百亿的资金，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啊。你看看，我早就提醒过你，高氏后面是啥呀？是昆仑商会，说你也不听啊。我这还不是为了帮你，不帮忙也就算了，还在这里说风凉话。哎呀，好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要真想出这口恶气，哥们儿一个电话就让他们高氏沦为弃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吹牛？我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哎呀，是不是我冲着什么？我高氏集团竟然会被一个卖菜的和一个杀猪的也威胁到了啊！爸，别跟人两个神经病废话了，直接扔水得了。哎，小李，我赵山河。赵先生，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别跟我废话。这高氏集团是你们昆仑商会的会员是吧？那他们暴力强拆，欺压百姓的事儿，你们管不管啊？还有这种事情啊？赵先生，我们昆仑商会一向遵纪守法。对待公司不公，绝不口水。你放心，我现在就把高氏集团开除出昆仑商会。得。从现在开始，这高氏集团你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已经被昆仑商会踢出来了。我的女皇陛下，够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你知道昆仑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吗？昆仑集团的会长李昆仑是龙国顶尖的商业精英，他的商业操盘，就连我也要逼起锋芒。李昆仑嘛，我们熟得很。当初呢，我可是手把手教他怎么做生意。那会儿跟我屁股后面，那就是个生瓜蛋子。什么？你说李昆仑之前是跟你混的？我叫你不吹牛能死？够了！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羞辱李会长！你们完了，你们彻底完了！还愣着干什么？他还给我抓起来，等李先生发落。近日，我们查出了昆仑商会会员单位高氏集团存在诸多不法行为，鉴于情节极其恶劣，我们决定除名高氏集团的昆仑商会会籍，并且永不录用。刚刚，龙国500强企业集体宣布与高氏集团解除合作，各大银行也拒绝为高氏集团提供贷款，并催促其尽快还款。高氏集团被昆仑商会除名后，股价暴跌，即将沦为垃圾股。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哎呦，爸，
快，傅老爷子，快过来！老赵，你究竟是什么人啊？一个卖菜的，可闹不出这种动静。嘿，发生了什么事？昆仑商会居然全员出动！高盛，让你的人都滚蛋！是，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滚！李会长，今天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赵先生，赵先生好。李会长，你怎么会认识一个卖菜的？你小子消息倒是挺灵通啊，这么快就知道我在呢。找我什么事儿？我们想跟你商量商量做空华尔街的事儿。老赵，你真的认识李昆仑？老实交代，到底是什么人啊？你竟然不知道赵先生的真实身份？哦，赵先生是我师傅。什么？老赵真的是你的师傅？完了，这次我高家算是踢到钢板上了，竟然得罪了李先生的朋友。赵先生，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希望请您能放我一马。就你们高家做的这些龌龊事，还好意思求赵先生原谅你们？李先生，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就请您饶我一次了啊！滚开！来吧！这次我们高家真的是万劫不复了。哟，张董好雅兴的啊！王总，请坐啊。你看个好东西，看看吧，你们的金融女王和我们的金融之王在一起喽！怎么会这样？江离不是说要退休吗？怎么和赵尚和在一块儿了？不行，他们俩不能在一起。咱们俩想到一起去喽！他们两个人呀，可是知道咱们俩公司太多的秘密。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再度出山，张董，还有咱俩的饭吃吗？王总，咱们两家公司向来都是死对头，我怎么知道你这是不是陷阱？张董，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更何况，咱们两家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危局。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扼杀掉他们，等将来恐怕就难喽。既然如此，那就战。只不过我们亲自动手，不太合适吧？张董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要不然就让程瑞去，能带回来当狗最好。实在不行，那就只能……好，战场就选在高氏集团，开战！干杯！你来，你赶紧走，剩下的所有罪责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啊，你赶紧走！爸，我不走，所有脏事恶事都我一个人干，跟我爸没关系。你真以为你们父子俩都跑不了？所有事情的真相我都查清楚了，你们父子二人可真是罪行累累啊！昆仑，你
非要赶尽杀绝吗？会长李昆仑，哎，别就算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帮我高下唯一的独苗啊？爸，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咱不求他。倒是有几分骨气呀、咱们高家这个是完蛋了！起来了，我起来，起来了，我起来，起来了，我起不来！哎呀！华尔街知名投资机构刚刚宣布战略投资高氏集团，高氏集团股市逆势上涨，几度涨停。华尔街怎么会投资高氏集团这种没有竞争力的小公司？管他什么原因，我李昆仑宣布死刑的公司，谁都救不了。是吗？难道你李昆仑还想在商界只手遮天不成？谁？承认？怎么会是他？承认？你怎么来了？高氏集团的股价是你拉起来的？没想到啊，你江离身边还有这样的聪明人，怪不得董事局会这么省事。什么？高氏集团的股价是你拉起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董事局的命令，同时带你们俩回公司。我们俩？我也不清楚，你身边这个卖菜的大叔为什么会得到董事局的认可，但董事局的命令我必须执行啊！还有这份效劳10年的合同，签了它，10年后还你的自由。看来王万江也发现了我的行踪，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和金融女王的公司搅在一起。你这个老对手程瑞，来者不善啊！用不着你提醒，这份卖身契我要是不签呢？公司的做事风格你应该了解，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程瑞，当初在公司你就不是我的对手，现在又凭什么威胁？就凭我身后站的是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2家巨头。怎么可能？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是死对头，他们怎么会联合起来？难道只是为了逼我回去？如果只仅仅是为了让你回去，那这2家巨头还犯不着联手，应该还有更大的动作，但这不该是你知道的。看来他们是盯上我了呀。长腾资本翅膀硬了是吧？当年要是没有老娘带着他们赚钱，哪里会有如今的他们？江离，我承认你曾经也是叱咤华尔街的金融女王，但公司有没有这个实力冲掉，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程瑞，别以为你背后有公司撑腰就能为所欲为，你怕是忘了之前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所以，我今天来报仇。既然终究是要做一场，那还废什么话？说吧，你想怎么打？是要打垮一家100亿市值的跨国集团，还是要做空一个小国的国家经济？如今你连一个小小的昆仑商会都拿不过，你凭什么跟我叫嚣？你，哎，那我呢？够不够资格挑战你？别以为董事会器重你，你就有资格来挑战我。说不定董事会只是为了让江离回去，才连你一起。看来这万国实业的王万江
他没告诉你我的底细。你一个卖菜的能有什么底细？才女我都嫌断了我的名声。怎么样，江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跟不跟我？你做梦！好，那就别怪我动粗。哎，想在我面前带走我的女人，你问过我意见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别敢拦我！在我的地盘撒野，你经过我同意了吗？既然你李昆仑要保他们，那我的第一刀就砍向你的昆仑商会。谁给你的胆子拿我昆仑商会开刀？我李昆仑什么时候成了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了？你李昆仑的昆仑商会，在我眼里，他还真是个软柿子。好啊，那就来碰一碰，看看到底谁才是软柿子。这个程瑞有备而来，且成名已久，不好对付。放心吧，师傅，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宵小都是纸老虎。好，那我们就以高盛集团为战场，看谁能够左右高氏集团的股价增长。二位大神，我们高氏集团可是高家几代积累才获得的基业呀！你们二位大家就不要拿我们来当赌注了啊！闭嘴！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怎么样，李大会长，这份战书你敢不敢接？我有什么不敢接的？我李昆仑还没怕过谁？昆仑，他背后可是有2大世界级跨国资本，你未必是他的对手。那又如何？我李昆仑在龙国这么多年也不是吃素的。再说了，我这不是还有您给我兜底吗？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什么，放手做吧，一切由我。不过，如果见势不妙，及时抽身。小子，你是做空还是做多？那我们就以抛硬币来决策，字面朝上做空，花面朝上则做多。李大会长，你准备怎么选？我选字。好。恭喜你，李大会长，由你来进攻高氏集团的股价。众所周知，我李昆仑在商业上只有矛没有盾，我的人生信条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小子，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昆仑这个性格很容易吃亏，吃亏又怎么样？再说了，他不是有你这个师傅给他擦屁股吗？怕什么？说的也对，就算是这小子把天捅个窟窿，我也能给他补上。说你胖你还喘着，放心，会给你保住你的宝贝徒弟的。你李昆仑也算是个人物，但是在我眼里还是不够看。现实会教会你如何做到谦逊有礼。开始吧。好，程先生，程先生，我们高家的身家性命可都在您的手里了，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守住股价呀！啊，你在教我做事儿？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们高氏集团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嫌你们高氏集团只是做个棋盘而已，你应该感到荣幸。完了，这下我们高家真的是完了。他们这么一折腾，我们就没办法再翻身了。以我昆仑商会会长的身份，调集100亿资金，全力做空高氏集团。另外，放出风声，敢继续和高氏集团合作的企业、银行，一律视为我昆仑商会的敌人。
我要让高氏集团从此在龙国销声灭迹。是，高氏集团这是得罪哪位大佬了，竟然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听说啊，昆仑商会和华尔街在打擂台呢，战场竟然是高氏集团的股价。小五，你来陪程先生玩一玩。我只有一个要求，让高氏集团破产。是。小子，该你了。那我就陪你玩玩。李坤伦，你太自信了，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自信源于强大的实力，而我的实力足以碾压你。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资金已经全部到位，负面新闻已经发送到各大媒体，正在全力做空高氏集团股价。高氏集团股价按计划正在下跌，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股票全部抛了，再晚就来不及了。对呀，赶紧把高氏集团的股票全抛了。没事，好。对呀，小子，华尔街那一套在我这儿不管用。别着急，好戏才刚刚开场。不对劲儿。这高氏集团的股价一直在跌，市场上的交易量却寥寥无几。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做空高氏集团。我要让高氏集团彻底退市。是，程瑞，我要让你输的连回华尔街的机票钱都没有。昆仑，可不要贪功冒进啊！放心吧，师傅，碾死一个程瑞，对于我来说就是易如反掌。是吗？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资本的力量。会长，不好了，不知道从哪来的资金盘不断拉高高氏集团股价。什么？快看，快看，咱们的股票直线上涨了！怎么可能？高氏集团不是最后一直在打压我吗？怎么还在上涨？快把高氏集团股票全部买回来！李坤伦，我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无论是操盘还是资本实力，你都不是。这都是你做的，这不可能！你明明只有一个人，不可能是我昆仑商会的对手。我说过我只有一个人了吗？我背后站的可是华尔街两大财团。李坤伦，你服不？我不服！我要跟你斗到底！这一次，我要跟你赌全部身家！昆仑，他这是在故意激怒你，你别冲动啊！好，我们就赌全部身家，这可是你说的。哎，昆仑，他这是在有预谋的算计你，你可千万别上当，交给师傅来。师傅，我不能总是活在你的羽翼之下，这一次，我要靠我自己。再给我调100亿资金，不，200亿。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处长，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现金了，而且我们此次商业狙击高氏集团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大部分会员单位的不满。我不管，谁不满谁给我滚蛋！你立刻去银行抵押我所有产业，再去找跟我们关系好的企业，能借多少借多少，一定要凑够200亿。是。像李坤伦这样搏身家搏命的打法，怕是有点危险了。没关系，小孩子做事就是在成长嘛。再说，他就算是把天捅个窟窿，我这当师傅的也给他补上。小子，这次我跟你不死不休。这都喂，哎，正赢钱呢，等等，哎，李坤伦，你这么做就不怕你的昆仑商会因此分崩离析吗？那又如何？只要能赢了你，我就能重建10个昆仑商会，100个昆仑商会。好，那我就满足你。来吧，让我看看你李昆仑有几分实力。
全力做空高氏集团。快看，快看，咱们的股票直线上涨啊！这怎么可能？200亿，一点水花都没有。这就是实力，李昆仑，你输了。我想知道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能有如此雄厚资金的机构，不可能是无名之辈。那我就告诉你，我在来之前已经受到了2大巨头公司所有资源的支持，而你一个小小的昆仑商会，你拿什么跟我斗啊？怎么会这样？那我们岂不是在与全世界为敌？交给师傅来吧。哎，我赵山河，非要撕破脸吗？非要撕破脸吗？老赵啊，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嘛，毕竟我们还是多年的好朋友嘛。你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只要你和江离愿意回来继续给我们效力，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想让我们俩卖身为奴？老赵，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毕竟你们俩在外边呢，终究是个隐患。回来呢，我们也更加安心一些。啊，害怕我们抢你饭碗是吧？你还真是会未雨绸缪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再说，像我这个地位的人，还是小心点为好。怎么样，考虑回来吗？想让我回去给你们做狗，门儿也没。还有，我劝你现在收手，我的厉害你是知道的。赵山河，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现在我们2家财团已经结盟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翻不起什么风浪。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来还是不回来？好啊，那既然要玩，就玩到底嘛。王总，来，别生气。看来这件事儿没法善了。既然无法善了，那就打。老总，干掉你们！好。江离，都到这时候了，你还不出手，该不会就这么认了吧？还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程瑞，你是不是觉得背后有公司跟你撑腰，你又行了？那还等什么的？继续吧。来就来，来什么来？跟这种人太掉价。回去告诉王万江跟张振民，我要和长腾资本、万国实业2家公司开战。你要跟这2家巨头公司开战？你凭什么呀？哎，你不会要逃吧？知道为什么是跟这2家公司开战，而不是你吗？你不配。回去让王万江跟张振民洗干净脖子等着。好，但是你们2个人千万别想着要逃啊！无论你们跑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着你们。老赵，我们真的要直接跟王万江、张振民他们开战？他们要让我们回去卖身为奴，这一仗必不可免。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造势。我赵山河和金融女王江离宣布在此刻重新出山。请问赵先生和江女士，你2位此次重新出山是有什么重磅的商业计划吗？我和江离准备拿出全部身家，成立新的投资公司，代表龙国万千股民与长腾集团、万国实业宣布正式开战。重磅新闻，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了，上。现在怎么办？这个赵山河和江离真的联手了，咱们怎么对付？要不然咱们联合华尔街的老外，那帮老外对赵山河和江离，那也是恨之入骨啊！勾结外族，这要让别人知道你我的英名，可就完了。嗨，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那些虚名啊？只要咱把这个赵山河他们给打倒了，还有谁敢说咱们一个不字儿？到那个时候，咱们砸钱把这个舆论给磨平就行。那就让程瑞去吧，他毕竟啊对华尔街那帮人熟。这么快？怎么想通了？要回来了啊？你们俩都不看新闻呢？强离，你真打算跟这个赵山河一条路走到黑吗？说话就说话，急什么呀？老赵的所有决定我都支持，怎么着吧？你们有没有想过予以我们为敌的后果？你们也知道我们俩的实力，你们根本就毫无胜算。不试试怎么知道？哎，老赵，非要弄到这个地步吗？这话应该我问你俩才对。你说我俩退休退得好好的，干嘛非得招我俩呀？那是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了。要知道，处在我这个位置上，这种威胁公司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我们俩呀，就没想过再回公司，就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现在说这些都晚了，说吧，你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是想与我们为敌吗？你这是什么意思？1块钱收购你们俩的公司，你们可以退休了。疯了！我看他们俩全疯了。你们俩知不知道，我们两家的公司市值是过万亿的，还是刀？你就想凭借1块钱收购我们？哼 ！Are you kidding me？ 这还是看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上，给你们俩留的养老钱。我劝你们赶紧拿钱走人，不然待会儿啊，连这1块钱可都没了。江离啊，江离，这才几年没见呢，你也学会吹牛了呀？我和老赵可没工夫跟你们开玩笑。到底想干什么？再过3分钟，你们公司的股价就会被打得一文不值，你们手里的股票也会变成废纸。所以，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这1块钱你们要是不要，自己决定吧。赵山河，难道这就是你打败我们的计划吗？你凭什么？就凭你们俩的那点退休金，就想撬动我们的万亿市值？笑死我了！我当初就告诉你说要除掉他们，而你呢，还非要请他们回来，现在怎么样？后悔了吧？看来是我们俩离开太久了，你们都忘了我俩什么实力。那就让他们重新见识见识。够了！你们俩闹得够了！现在从这里给我滚出去！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俩。我们的股票怎么下跌了？啊！这怎么可能？以他们那点钱，怎么可能会撼动我们的股价？不对，一定是背后有人在帮你们。说吧，究竟是谁居然敢给我们2大财团对峙？王管家，你确实是够聪明，马上就猜到有人在背后帮我。看来我当初把公司交给你，一点错没有。只不过你呀，心性太多疑。少废话，说是谁在背后帮你们，一定会让他血溅当场。那可都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你放屁！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老子惹不起的人，是吗？那国誉集团的周振国大哥，你惹得起？有为的任老，你惹得起？还是说狼牙的王家，你们还能惹得起吗？
这些可都是隐世巨擘呀！这个家族财富从来不上排行榜的隐形富豪啊！你骗人！这些个隐形大佬怎么会帮你们呢？可能是我人缘好，他们听说我成立了一个新的投资公司，立马就把钱投给我了。现在我俩的钱多的花不完。哎，快看，我们的股价又涨回来了！哎呦，这一定啊是程瑞请来的救兵。老赵，这怎么回事？明明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估计是他们的后援到。赵山河，别以为只有你留有后手，想吃掉我们没那么容易。那我也想知道是谁在背后帮你们呢？当然是我。程瑞，你说是你帮了他们，这怎么可能？这没什么不可能的，这也是张董和王董安排的后手。你请了谁？有此等财力的机构，全世界都没有几家。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联合了华尔街，并且答应他们，只要除掉你们，不但瓜分你们的财产，还一块阻击龙国，瓜分龙国的产业。你无耻！你们居然当汉奸！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再说了，资本本就不迫切，老子也不是龙国人了，你们没有资格指责我。你混蛋！资本是无国界，可商人有祖国呀。咱们再怎么斗，那也是自家的家事，和你勾结外族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你别忘了，你身上流的可是龙国的血。少张扯淡！你们现在所有的资金都被我们套牢了，还在这里大谈爱国？你们是乖乖束手就擒呢，还是逼我动粗啊？老赵，怎么办？放心，我身后还有万千龙国苦民。张叔，江丽姐，我们来帮你们了。王婶儿，你们怎么来了？当然是来帮你们啦！我们听说你们和国外的金融巨头爆发了金融战争，所以我们都来帮忙了。一帮泥腿子居然敢掺和金融战！你说说你们这帮卖菜的兜里有几个钱呀？还妄想帮赵山河他们？我们是没多少钱，但是我们人多，一人捐1分钱也够砸死你们了。没错，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群众的力量。喂，快来人支援赵叔！赵叔正在华尔街跟那帮老外打金融战，保卫龙国。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捐100，我捐，捐钱来，我说，让捐钱，帮忙，一个来，不着急。就在刚刚，一大群龙国大妈涌进华尔街交易中心开户，纷纷要求做空华尔街股票。华尔街损失惨重，据保守估计，损失超3000亿刀。大家操了整整1000亿呀！1000亿！赵叔，跟他们打，向金融殖民龙国做梦！就是跟他们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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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打！1000亿又能怎么样？啊，比钱多少是吧？我们2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超过上万亿，1000亿就想做空我们，要实力！王管家，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忘了我当初是怎么靠200块钱杀穿华尔街的？还有我，金融女王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1000亿，我要是不把你们的股价打得一文不值，我就不姓姜。你们别忘了啊，我们背后还有华尔街支持呢。我劝你们啊，到此为止，别把我们给逼急了。华尔街怎么？只要他们敢来，
我连他们一块儿收。对，没错，不就是比钱多少吗？啊，赵叔，钱不够的话，随时跟我们说，大不了兄弟们再捐1000亿，1000亿不够，那就捐1万亿。没错，只要能打败这帮卖国贼，我愿意捐出所有家产。我也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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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捐。华东，这把可闹大了。这帮卖菜的攻破了华尔街，华尔街那边要撤资，咱们的股价可保不住了。什么？这怎么可能？难道我们要输了？我要你们俩破产！赵山河，干嘛非要闹到这个地步？什么叫非要闹到这个地步？我们俩退休退得好好的，是你们招惹我们啊！好了好了，啊，都是一场误会，大家都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要我说呀，咱们就各自罢手吧。啊，张振民，你少在这里和稀泥，局面闹到这样不可收拾的程度，你说罢手就罢手？江林，那你说要怎么办吧？按老赵说的，拿着钱滚蛋！你们这是欺人太甚了啊！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打呗，看打到最后，你们能不能剩下1块钱？你非要这样赶尽杀绝吗？忘了你们刚才高高在上的嘴脸了？忘了你们是怎么逼我们卖身为奴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赵山河，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干嘛非要这样搞得鱼死网破呢？这样，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骚扰你们。再赔给你们一大笔钱，够不够？不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们已经不适合管理公司。这1块钱是我给你们最后的体面，拿着回家养老吧。哎，老王，你这……不激流勇退，还能有什么好办法？难道你能从赵山河手里抢回公司的控制权吗？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从今以后，各位就是长腾集团和万国实业的股东。赵叔，那我们当股东每年能收多少钱呢？应该够你们后半辈子躺平。哦呦，哎，程瑞那个罪魁祸首哪去了？对呀，程瑞呢？刚才就属他叫嚣的最厉害。不是这，哎，别吵了，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吗？这会儿啊，他肯定是投不了华尔街去。他倒是挺会审时度势啊，溜得挺快。放心吧，程瑞和他背后那些家伙一个都跑不了。等我整合了长腾集团和万国实业，第一把火就烧到华尔街。好，有你我在，华尔街的好日子到头了。喂，老板，不好了，华尔街临政资前反扑，我们丢了好几个产业控制权。肯定是陈瑞干的，只有他知道我们2家公司的落点。没关系，就先在华尔街放着，我们早晚会打。你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跟明州一起整合长腾集团和万国实业，之后我们要开新公司了。早知道刚刚就应该找到他，程瑞，别落在我手里。好了，新公司的成立千头万绪，我们哪有时间搭理一个程瑞呢？小赵，没事吧？用不用我们帮忙？是啊，赵叔，有事您说话，大不了我们再搞一次金融战，打的那帮老外啊哇哇乱叫。你们呢，已经帮我足够多了，
这点小事儿就不劳各位操心了，你们就回家等着，踏踏实实的分钱吧。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们先忙，有什么事记得找我们。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记得找你王婶，你王婶还是有些人脉的。得嘞，这次啊，真是多亏了你，要不是您，可能这次危机我真就过不去。那我们先走了。故地重游的感觉怎么样？史密斯先生，你不能这样卸磨杀驴呀！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我可以帮您对付赵山河和江离他们，等他们整合完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这2家公司之后，他最后肯定会把苗头对准您和您的华尔街的呀！你还敢说你能对付赵山河？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华尔街会损失几千亿刀吗？但我不是也帮你狠狠地咬下来他们一块肉？要不是如此，你早就被从帝国大厦扔下去了。行了，你说的对，以赵山河对华尔街的态度，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你还有利用价值的。史密斯先生，您不杀我了？这次就先饶了你，接下来还要让你对付赵山河他们呢。谢谢史密斯先生，谢谢史密斯先生。但是，等他们整合完这2家公司之后，那他们的实力就更加强悍了，我怕到时候不好对付呀。放心吧，这次关乎到华尔街的生死存亡，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谢谢史密斯先生，这次我一定让他赵山河万劫不复。赵山河，希望你不要再来华尔街找死。故地重游的感觉怎么样？万亿财团都尽握你手，你还感觉不好？这就不是我想要的退休生活。我当初离开，就是为了远离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没想到回来之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自己的兄弟。这也不怪你，要怪就怪王万江他们利欲熏心，又来招惹我们，甚至还妄想着让我们卖身为尼。算了，不提他们。我也不是那种妇人之仁的人。咱们呢，还有一大堆事儿要处理。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首先呢，咱们得分工。首先整合长腾集团和万国实业，这种事儿交给明州他们去做就可以了。然后我得找尹氏富豪他们借点钱。借钱？是啊，想要在商业上狙击华尔街，单靠我们刚刚成立的新公司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更庞大的资金，足以淹没华尔街的资金。那我做什么？你够家？你未免也太大材小用了吧？还是你觉得我的能力不如你？我可不敢小看曾经的金融女王。那你还让我守家？正是因为你是曾经的金融女王，你别忘了，这么多年我唯一一次失手，就是栽在了你手上。你说雷曼破产那次只不过是我刚好捡了你的漏而已。哼哼，能在我手上捡漏，那也是本事。说你胖，你还传起来。行了，说正事儿啊。之所以让你守家，
是因为咱们现在在别人眼里可是块大肥肉。如果只交给明州他们去守着，我怎么能踏实？只有把你放出来守家，我才能踏实。这还差不多，那你安心搞钱去吧。哼，我这老板的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赶着我去拉磨呀。咱俩谁是老板呀？你说呢？得，您是老板，我这就出去给您当长工去。哎，周大哥，我这儿有个计划，你要不要听一下？哎，任老，对，我要对付华尔街，有没有兴趣参与过？哎，王家主啊，那我就在云顶酒店等着你。哎，好嘞。先生，您已经等了3个多小时了，我们后厨快下班了，还上菜吗？再等等。没钱来我们云顶餐厅吃什么饭啊？想蹭空调就直说。哎，他可不是没钱吃饭，他钱多的能买下你。程瑞，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找你的呀。怎么再等人了？你怎么知道？别等了，他们不会来了。你知道我在等谁？不就是博裕集团的周振国，还有为人老，以及狼牙王家的家主吗？他们不会来了。不可能，我们明明已经……你在背后捣鬼了。恭喜你，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励。凭你区一个程瑞，可威胁不了这些隐世富豪啊！我当然不行，但有人可以。你比如说华尔街的史密斯先生。你又勾结华尔街了？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这叫良禽择木而栖，惠成悬主而事。史密斯先生对我这么器重，我当然要为史密斯先生肝脑涂地了。我看你这叫三姓家奴，不过你还差一些，要不要这投我们家？你可不会。我告诉你，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告白。那我劝你还是换个目标，我怕你到死都实现不了。有史密斯先生做我的靠山，我这个目标很快就会实现了。真以为靠上史密斯就天下无敌了？你也不想想，他为什么把你推出来，而不是亲自面对我呢？周山河，我承认你有几分本事，但这还不足以让史密斯先生亲自来。这话你让他亲自跟我说，你问问他。行了，咱也别废话了。我知道你早晚要报复华尔街，所以我提前做了准备。由史密斯先生出面，彻底阻挡了你可以融资的速度，所以你认命吧。认命啊！我赵山河从来不认命，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说得好听，你现在只有老实发展你手上产业这一条路了。但是你猜我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程瑞呀，程瑞，这才几天没见，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翅膀子长硬了。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我再送你一个忠告，别小看任何人。我呀，从来不轻敌。不过，你凭什么？
就凭史密斯先生，他现在已经全权受理我，让我来对你。届时，华尔街的所有资源都会倾向我，他们一致的目标就是踩死你。没想到他史密斯居然还这么怕。史密斯先生会怕你？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10年前是谁让他的家族破产？他没告诉你。你这话什么意思？当时我刚到华尔街，第一个找我麻烦的就是史密斯。3年以后，我让他整个家族差点破产，他连这都没跟你说，就敢派你出来对付我？不可能！10年前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交易员，怎么可能让庞大的史密斯家族破产呢？这你得亲自问他了，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求的我。不过我还得谢谢他，我的第一桶金就是从他身上赚的。说吧，这次来找我又干嘛呀？又是来下战书的？这是史密斯先生托我带给你的诚意。什么意思？史密斯先生说了，之前在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的事儿上，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所以他特意奉上这100亿美刀，希望你能够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他好大的口气呀！只要你愿意，这100亿美刀立马兑现。史密斯出手倒是挺大方啊，张嘴就是100亿。他这是想求和呢，还是缓兵之计？没有，史密斯先生这可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真要是有诚意，他自己怎么不来？赵山河，你别给脸不要脸！史密斯先生能赔你钱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么着啊？你还真是一条合格的狗腿子，主人还没怎么着呢，你倒先应激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趁着我们这次内讧，他从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拿走了1000亿产业，想拿这区100亿打发你，真当我赵山河是狡猾？赵山河，你够了！史密斯先生能给你钱，这已经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那你呀，回去告诉史密斯，在我这儿他没面子。赵山河，你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如果史密斯先生现在对你商业阻击，你压根就没有还手的能力。那你就让他来试试，或者你先替他排排雷，你看我有没有后手？你还有什么后手啊？你吞并了这2家公司，现在你压根儿就没有时间来得及去消化这胜利的果实，你还哪来的后手啊？那你大可以试试，不过这次我可不会再放放炮了。你看，你跟你那个主子史密斯一样，又菜又爱玩。你别想吓着我！我告诉你，要不是史密斯先生他现在不想大动干戈，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吗？放马过来，我等着。赵山河，你想好了？但凡出了这个门，和平立马结束，我们立刻作战。你不来找我，那就等着我去找你。你现在还有什么底牌跟我们斗吗？你所有融资的路都被史密斯先生给堵上了，就靠你新整合的那公司扛不住我们翼龙的攻击。还真是夏虫不可语冰。我说了，只要你们想玩，我奉陪到底。
请问赵山和赵先生在？我就是。请问您是？我是周总任老跟王家主的全权代表，他们委托我过来，全力协助你。这是授权书，您看一下。您快走。这周大哥、任老他们不是说不过来？谁说的？周总他们只是被琐事缠身，没说过不过来。这不就先委托我过来，而且周总还说了让我向你说声抱歉。嗨，没事，你来了就好了。不可能，周振国不是已经答应过史密斯先生要彻底封杀赵山河吗？周总他们什么时候说过要联合史密斯封杀赵先生？而且这里是龙国，还轮不到你一个华尔街的人在这说三道四。你们可想清楚了，帮赵山河的后果，这是会得罪史密斯先生的。你就是陈瑞是吧？你认识我？任老让我给你带句话。任老给我带句话？什么话？任老说自古汉奸没有好下场，请你好自为之。任老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悟。不过任老的话我非常认同。你呀，好自为之。你们算什么东西？还让我好自为之？自己大祸临头了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就凭华尔街的史密斯，他也配？对了，赵先生，任老也让我给您带句话，请讲。任老说打得一拳开，免得带拳来。任老说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打，出了天大的篓子，任老帮您兜了。替我谢谢任老，放心，一定不会让任老失望。好，你们既然死到临头了都不自知，那我就满足你们。喂，史密斯先生，您被他们给骗了。赵山河不仅没有接受您的示好，就连周振国他们也在继续帮助赵山河。我的建议是，立刻开战，全球封杀赵山。好，我这就着手去办。你们的末日到了，史密斯先生已经下令全球封杀你们，断绝你们所有的资金业务。你们笑什么？哎呀，我们又不是没被封杀过，当年那种环境都闯过来了，我还怕你们的封杀？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们龙国人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我们反弹得越厉害。当年任老也是，在你们全面封杀的情况下突破了核心技术，如今还想故技重施，你们有那个能力？华尔街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华尔街了，想封杀谁就封杀谁。就算你们不首先开战，我们也会打出去的。只有把你们打疼了，你们才懂得讲道。别忘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华尔街确实打不进，但对付你们，就如同对付那砧板上的鱼肉。哎呀，这都什么年头，还有人崇洋媚外？看来呀，我们是真有不足华尔街的地方。什么地方？刘特助知道我们哪些地方不如华尔街？当然是远程养殖牧羊犬的技术了。你们笑，好好笑，我倒要看看，等到刀斧加身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我们龙国人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死，不像某些软骨头哟，见着了杨大人就恨不得跪死。没错，我一定要打败你们，彻底打败你们！给我等着！赵先生，狗急了还跳墙呢，你有把握对付这群华尔街的过来吗？之前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你来了就有了。我不把他们的屎打出，算他们拉不干净。
赵先生果然好，周总令来是特意交代的，周总向您授信5000亿额度，任老也向您授信3000亿额度，而王家主那边已经将2000亿现金打到您的账户上，您现在的流动资金加起来有1万，再加上我刚刚整合的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资产加起来有2万，这下做空华尔街没有任何问题。大佬他们还说了，如果资金不够，他们将会继续筹措。够了，这么多钱，如果还做不空华尔街，我赵团和这40年就白了。喂，好，我知道了。刚刚得到消息，史密斯和陈瑞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中国股市一片哀嚎，不过还好有几位大佬在撑着。您那边现在可以放心的去架空华尔街了。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江丽姐，不好了，我们成立的新公司遭到了不明势力的商业阻击。这怎么可能？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已经被我们打败了，华尔街也退却了。这个时候应该没人有胆子敢招惹我们才对啊！一两句说不清，要不你还回公司看看吧。好，我马上回来。江丽姐，您说会不会是程瑞又卷土重来了？不可能，他现在不知道在哪个阴暗角落里躲着呢。那会是谁？会不会是其他公司看我们立足未稳，想趁机分一杯羹？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我感觉可能性不大。以我们公司现在的风头，应该没有哪个不开眼的世家敢和我们叫板的。那会是谁呢？谁会在这个时候动手？好，我知道了。江丽姐，股价又跌了3个百分点，股价如此动荡，很容易引起股民的恐慌，到时候造成恐慌性抛售就坏了。放出我们吞并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的消息，先稳住股价再说。好。江丽姐，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可是股价还是没稳住。这怎么可能？我们吞并的2家公司市值足有上万亿，这种重磅消息，股民应该追捧才对啊！是真的，而且我感觉对方的资金很强大。什么？这怎么可能？能拿出这么多钱狙击我们公司的，全世界也没有几家。是谁会在这个时候触我们公司的霉头？江丽姐，快想想办法吧！再这样下去，不等我们消化完长腾资本和万国实业的胜利果实，我们就要给他人做嫁衣了。别白费力气了。程瑞，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商业狙击我们公司的是你？聪明。不可能，你哪来那么多资金？这个就用不着你操心了。所谓风水轮流转嘛，好运也不能一直在你们这边吧。你不会以为老赵打败你靠的是运气吧？不是吗？他赵山河的底牌已经出尽了，而我程瑞还要底牌。所以你就这么自信的卷土重来，想要吞并我们公司？江离，你可真是太聪明了。不如你现在转投到我名下，总比跟着赵山河强。做梦！那可真是太可惜了。那你就跟赵山河一起下地狱。你真的这么自信能吃掉我们公司？别忘了，你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不然呢？据我所知，你们吞并了长盛资本和万国实业，实力大增，但你们公司的现金流也异常紧张。你怕是忘了之前怎么被老赵打得街头数窜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韩信尚能忍着胯下之辱，而我程瑞受点委屈怎么了？老赵当初就不该饶了你。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现在转投到我的门下了，一切都还来得及。你为赵山河已经做得够多了，没必要陪他一起去死。别忘了，
你曾经也是叱咤华尔街的女王，难道就真的甘心活在她的光辉之下？你什么意思？难道你就真的甘心一辈子都屈居人后吗？你就真的不想跟赵山河分出个胜负，成为真正的金融女王？这可是你唯一一次能够超越赵山河的机会，你可得把握住。那你想让我做什么？我不需要你做什么，甚至什么都不用做。你想让我袖手旁观？没错，只要你袖手旁观，那赵山河就没有时间去拯救你们的公司。到那时候，你们公司被我尽数掌握，那他不就是废物了？你做梦！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就真的想跟赵山河一起去死？想让我背叛老赵？你做梦！那你就陪他一起去死吧。陈瑞，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什么意思？你手上的底牌应该不多了吧？重新纠集的资金应该也所剩无几了吧？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有十足的把握能吃掉我们公司，今天也不会来劝架。江离呀，江离，我真的是越来越欣赏你了。你真的分析得很对，没错，我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拿下你们的公司，并且我背后的金主也经不起更大的损失了。现在我们是僵持阶段，虽然我们有所损失，但你也无法一口吃掉我们公司，因为你怕撑死，更怕老赵还留有后手。那你刚才说赌一把什么意思啊？我要和你一局定胜负，就像老赵之前挑战你们一样，用我手上现有的资金，你攻我守，只要我能保住我们公司的股价不下跌，就算我赢。要是这股价下跌了呢？那就任你处置，哪怕你让我放弃抵抗，我也照做。好，但是你做得了主吗？据我所知，你们公司现在是由赵山河当家，你只不过是一个依附在赵山河身边的傀儡。我当然做得了主，老赵早就把公司委托给我管理了。好，那我就跟你赌，咱们以10分钟为限，10分钟要是到了，你们公司的股价没有下跌，我扭头就走。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老赵，对不起，原谅我任性这一次。我想证明我不比你差，我还是曾经的金融女王。你手上还有多少护盘资金？1万亿，对付你应该够了吧？你手上应该也所剩无几。这不巧了吗？我手上也有1万亿。好，我们就赌这1万亿，看在10分钟之内谁能影响我们公司的股价。好，那就开始吧。李明洲买入。江总，是不是太多了？听我的。是。放心，手下败将永远是手下败将。陈润，看来你也不行啊！这才刚开始，我们公司的股价就一路飙升，后面你再想压下去，可就难了。别着急，真正的好戏还没登场呢。故弄玄虚，等我把我们公司的股价打上去，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想要吃掉我们公司，做梦！我说过了，别着急，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看，怎么回事？我们公司的股价为什么直线下跌？真正的好戏开场了。你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公司的股价为什么会跌得那么厉害？正常做空你们公司呀？这不可能！我们公司的实力我还是清楚的，怎么可能就被你这么容易的把股价打下来？江离，你们公司的股价现在已经突破临界点了，现如今所有的股权尽数落入我手，你输了。怎么会这样？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既然你这么诚心请教，那我就告诉你，因为我骗了你。那
那我倒是很想知道你是怎么骗我的。我说我准备了1万亿，只不过是1万亿刀。1万亿刀？没错，所以总体来说，我的流盘资金是你的6、7倍。你拿什么跟我斗？程瑞，你混蛋！江离，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啊！要不是为了让你上钩，我会跟你斗。你觉得我会正眼瞅你吗？所以一切都是你眼里我看。没错，我就是为了消耗你们公司的流动资金。果然没了赵山河，什么也不是，还金融女王呢！我呸！原来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老张，我对不起你。别忘了，明天把你们公司的股权书给我送过来，啊！没了赵山河，什么也不是。离了赵山河，我什么也不是。离了赵山河，我什么也不是。你怎么了？老张，我对不起你。我们共同创立的公司，在我手上败了。没事儿，人没事就好。公司丢了，再赚回来就是了。好了，不哭了，人没事就好。你去哪儿啊？我想一个人静静。我就是为了消耗你们公司的流动资金。果然没了赵山河，什么也不是，还金融女王呢。老张，都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刚愎自用，上了程瑞的当，葬送了我们共同创立的公司，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对不起你。老赵，听说你要走？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为什么呀？我把你们害惨了，我没脸留在这儿。我说了，没关系，跌倒了再爬起来不就是了？我做不到，你知道我让你背负了多少债务吗？上万亿呀！就算我是金融女王，我恐怕10辈子都还不完。连程瑞都能算计我，我算个屁的金融女王啊！事情啊，没你想的那么糟糕，我还有后手。老张，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我一天没吃饭了啊，咱俩一块儿吃点，就当吃散伙饭。老板，来2把串儿，2瓶酒。好嘞。老板，2把串儿，2瓶酒。好嘞。老张，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身上的钱也只够吃一顿大排档的钱。那个时候啊，我说我不饿，你就把串儿分给我一半，非要说一块儿吃。是吧？就当陪我吃最后一顿饭。少说，阿离，
你们怎么来了？我放心你们啊，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你阿狸姐要走，我是跟她吃最后一顿饭。走，阿离，你准备去哪儿啊？王婶儿，我对不起你们，我没脸见你。江丽姐，这不应该怪你，也要怪那个程瑞。我不管，我不让你走。你们不恨我？你们不恨我？阿离，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恨你呢？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害你们损失了那么多钱，那些都是你们的血汗钱啊！那都已经过去了。小赵不是说过了吗？跌倒爬起来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起努力嘛。可是我已经没有翻身的可能了。那又怎样？大不了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就算是最差的结果，大不了我们继续回菜市场卖菜，总有我们一口饭吃。不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你们都还年轻，有美好的前途，不能早早的背上我这个债务。小赵，你倒是说句话呀！难道阿离这个媳妇儿你不想要了？我说了呀，只要过了今晚，他就不会想走了。赵叔，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呀？那我也没说错什么呀。那你倒是劝劝阿离呀！要是阿离真的走了，你可就没媳妇儿了。你们呀，就踏实的好好待着，只要过了今晚，属于你们的一切都能拿回来。赵叔，你能不能说点现实的呀？现在公司股权都在别人手里了，你还欠着那么多隐世巨佬的钱，你怎么翻盘呢？稍安勿躁，我的目标从来不是区区一个程瑞，而是他背后的华尔街。小赵，咱能不能不要好高骛远？我知道你本事大得很，但是我们先把眼前的危机解决了呀，先把阿离留下。赵叔，你还准备闹到什么时候啊？江丽姐都要走了，你说这些年江丽姐跟着你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她也没嫌弃过你，现在都要走了，你也不拦着点儿？就是，我看是阿离看错人了。这不怪你们赵叔，是我执意要走的。你们呐，都不等我把话说完。赵叔，你还要说什么呀？就是小赵，有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面对。我想说，是时候让你们重新认识一下我喽。见过周先生。见过周先生。先坐吧。这又是谁呀？小赵，该不会你在外面有人了吧？还能不小吗？坏事是个不好吧？六合资本的沈三石，真正的影视剧情，即便是曾经资产万亿的万国实业和长腾资本，在他面前也只是个孩子。没有人知道六合资本究竟掌握着多少资金。岂不是说富可敌国也不为过？岂止是富可敌国，你知道有多少国家找他借钱吗？乖乖，这么大的人物，怎么会来我们海城这小地方？老沈，局部的怎么样了？一切都如先生所料，程瑞背后的所有资本靠山都被我们揪出来了，现在已经张网以待，只等先生下令。好啊，不知道他们俩够不够让你们重新认识我？少说，这怎么回事啊？你说吧。从始至终，你们共同创立的公司，不过是老板喂给陈瑞的饵，为的就是调出他背后的华尔街资本，从而一网打尽。可是这饵料是不是太大了？小赵，你都不怕喂饱了程瑞，再也掌控不住啊？放心吧，区区万亿的市值公司，对于先生来说，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庞大产业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你这么有钱呢？你能别一惊一乍的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
怎么样？还走吗？不走了，不走了。阿离，咱可先说好，你和小赵的事儿得抓紧了。什么事儿啊？阿离，你可别跟我装傻，什么事儿你还不清楚吗？趁着年轻，赶紧和小赵再生个大胖小子。王婶，你怎么也开始不正经了？程瑞呀，程瑞啊，我是真不想动你，但是你联合国外资本打压龙国产业，于情于理我也容不得你，我得让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先吃饭吧，吃饱了收拾程瑞。怎么没饭吃了？带这么多人上我这来乞讨来了？爸爸赏你们可吃了。陈瑞，你找死！程瑞，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你吃进去的公司吐出来，滚回你的华尔街。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赵山河，是你吃错药了，还是我听错了？啊！你的资本都被我通病了，你凭什么还敢在这口出狂言？你就这么确定你赢了吗？赵山河，都到这时候了，你还不承认你被我打败了？输赢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重要，当然重要。我就是想向全世界证明，我程瑞比你强。就为了这点虚名，一直闹到现在？虚名？赵山河，你还真是清高呀！啊，你说这些是虚名，那是因为你早就有了。年纪轻轻，叱咤华尔街，啊？你还真错了，自始至终我都没在乎过这些虚名。少在这里讲，你所谓的这些虚名给你带来了多少财富，多少权势？程瑞，你还是被名利迷了眼，现在放弃你拥有的一切，滚回华尔街。我放弃，这是你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程瑞，滚回你的华尔街去！一群丧家之犬也敢来逼宫，你们配吗？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一群手下败将还想夺回你们的产业，我想请问你们凭什么？凭你们那张嘴吗？程瑞，不要以为你吞并了我们的公司，你就有了和老赵叫嚣的资本。你的眼界太窄，你见老赵犹如井底之蛙，抬头见月。等你知道了老赵的真正实力之后，你见老赵就犹如一粒浮游见青天。江离，你也算是曾经华尔街的王啊，也是吃过见过的，居然把他赵山河捧得这么高啊！我还告诉你，他赵山河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屁，真是无药可救。老赵，这种人不值得你挽救。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当真不走？走？我为什么要走？龙国的花花世界我还没有享受够呢。我还告诉你，只要我掌握了龙国的经济命脉，到那时候，我就不仅是华尔街之王，更是世界之王。我看你是想走走不了吧？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你拿了华尔街背后资本那么多钱，那么多资源，没有巨额回报，你脱得了身？
我帮他们拿下了你们这样的万亿公司，更是计划瓜分龙国的产业，这里面的利润足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了。你呀，太小看他们的贪婪。你的目标是整个龙国的经济命脉，难道他们的目标就不是了？你现在下不了贼船了，只能沦为他们的一口刀，直到你钝了、断了。那又怎么样？连你这个最大的绊脚石我都给绊倒了。放眼看去，整个龙国现在谁还能成为我承认的对手？啊，龙国也终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你太小看龙国了，泱泱龙国几千年历史，也是你一个小小的陈瑞可以撼动的。还记得我教过你的法则吗？什么法则呀？嘿，看来你这个手下败将是彻底忘了我教你的东西了。无知和弱小从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程瑞，你太傲慢了。龙国卧虎藏龙，就算是没有我，也不是你一口吃得下的。你少给我来这套！我最烦你这套说教的嘴脸。你的产业都被我吞并了，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你注定是我命中的绊脚石。陈瑞，都说了你高兴的太早了，老赵可是还有后手。后手？什么后手？你猜？赵山河，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吧？我告诉你，我程瑞不可能在一个道上跌倒2次。想偷鸡呀，做梦！我是想说实话，他也没人信。这世道，做人难，做好人更难。老赵，我现在算是理解你的心情了。之前还总以为你在吹牛，没想到你说的是真的。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合起伙来给我演戏呢，是吧？哎，思瑶，先别告诉他，让他自己去猜，猜不到就让他一直自己吓自己。江离姐，你可比老板坏多了。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说点我听得懂的？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我等你妹呀！我穆学习，你信不信我让你们走不出这里？程瑞呀，程瑞，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一点长进没有，还是动不动就要玩阴的？玩阴的又如何？只要能赢，我不惜用任何手段。你以为不择手段就能赢了？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底线？如果你们要是不能活着离开这儿，那留后手还有什么用啊？放心，我会给你们一个体面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明天的头版头条就是风云人物江离因受不了公司破产而跳楼。你敢？我有什么不敢？别忘了，这儿可是我的地盘。至于你，赵山河，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卖菜的大叔是因什么而跳楼自杀的，真可惜呀。如果我说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出事儿，你怎么想？你想得美！我告诉你，在我的地盘，你连什么时候死都是我说了算。来人！人呢？都死哪去了？别白费力气了，早就猜到你会狗急跳墙。程瑞，老赵早防着你这招，在我们进来的那一刻，你的人就被控制了。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干什么？当然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你们不能这样，
这样他是犯法的。现在知道遵纪守法了，你早干嘛去了？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被跳楼、被自杀，没人知道。哎，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赵山河，你管管他们俩啊！我管管他们，行啊。你跪下。赵山河，士可杀不可辱，想让我给你跪下，休想！那我也没办法了。你说你把他们害得这么惨，就算是他们把你从这儿推下去，我觉得那也是情有可原呢。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报警了！行了，都别吓唬他，真给他逼得狗急跳墙了，再伤着你。赵山河都说的对呀，你们别看人多，我要是疯起来，你们不一定打得过我。谁要跟你打打杀杀？老赵，这就是传说中的华尔街之狼，也不过如此。我看他像华尔街的一条狗，我居然被这种人算计了，真是丢脸。没办法，谁叫人家人傻钱多呢？你怎么还不服吗？经理，他们说我也就罢了，你有什么脸说我？你被我一个手下败将给打败了，那我想问问你，你还有什么脸活到这个世界上啊？你不会以为你能这么轻松地拿下领航资本是靠你的运筹帷幄吧？当然了，当然不是。如果不是老赵故意把公司让给你，你又怎么会上钩呢？上钩？上什么钩？赵山河，他说这话什么意思？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故弄玄虚！你再嘴硬，我真要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你们也就仗着人多欺负我罢了，有本事咱们再在商场上战上一回。你们照样不是我的对手。我再给你10年历练，你也不是我的对手。那几年只不过是我大意罢了。江丽姐，别搭理他，他浑身上下也只有张嘴最硬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对，沈老那边也快结束了。你们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点我听得懂的？那我就说点你听得懂的。惊喜快到，不过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这可比跳楼刺激多了。这个到时候恐怕都不用我们把他扔下去，他自己就会从这跳下去。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3、2、1。喂，程瑞，看看你做的好事。史密斯先生，您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懂。我早就警告过你，让你不要招惹赵先生。现在你去跪到赵先生面前，求得他的原谅，否则你就去跳楼吧。史密斯先生，你这个当初围剿赵山河的计划是经过您同意的呀。再说，您应得的那份也分给您了，不是吗？你这不能翻脸不认人呐！六合资本的沈三石出手了，我们凡是支持过你的资本都被他围剿了，现在我损失惨重。六合资本，沈三石，他是何方神圣啊？你这种低层次的人怎么会听说过六合资本？他和我们一样，平时只以虐芸芸众生之中，只有出现足够吸引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才会献钱。而现在，我们已经沦为了他的猎物了。这怎么会这样啊？六合资本背后的实际掌控人，就是赵山河，赵先生。这怎么可能？常瑞，你少给我废话！你现在立刻去给赵先生道歉，一定要祈求到他的原谅，否则我就把你从帝国大厦扔下去。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世事就是这么无常。所以你让我吃掉领航资本，
就是为了套出我背后的资本巨鳄。bingo， 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品。还有一个问题，圣三世是谁？而你为什么能够掌控六合资本？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亲自来回答你吧。赵先生，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这次西方白皮至少30年内都没办法经济侵入我们龙国了。辛苦了，陈瑞，刚才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首先，我是赵先生的下属，也是最早一批跟着赵先生打天下的员工。你可不是员工，在我眼里，你是兄弟，是战友。有赵先生这句话，我就是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剩下的问题就不用我再说了吧。六合资本是你创立的，这怎么可能？短短10-20年的时间，你居然可以创立一个如此庞然大物！要知道，海外那些资本巨鳄都是经历过100-200年的沉淀的。这就是老赵的厉害之处。陈瑞，你服不服？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一定是你们串通起来演戏骗我的。陈瑞，接受现实吧。不，肯定是你们骗我。哎，突然冒出来你这么一个老东西，又跑来冒出来一个什么六合资本，这一切怎么会这么巧啊？我就没打算让你相信。不过，刚才史密斯让你向我跪下道歉，你跪是不跪？跪！我告诉你，赵山河，我就算是从这跳下去，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可能给你下跪。你是个卑鄙小人！六合资本他都是个骗局，那你们冒充一个史密斯先生，那又是什么难事？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既然如此，我就让你彻底死去。你不是自称华尔街之狼吗？华尔街有个传说，想必你应该听过。那个用200块钱赢下整个华尔街的传说？没错。不可能。老赵，你就是曾经那个用200块赢下整条华尔街的传奇。我今天见到我的偶像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没来得及。你是说那个用200块钱在华尔街席卷走1000亿美金的那个传奇人物就是赵山河？当时赵先生也正是用那1000亿美金创立了六合资本，从此在全世界大杀四方。如今没人知道六合资本真正的市值有多少。承认吧，陈瑞，老赵就是你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巅峰。我输了。不，你从来就没有赢过，因为老赵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过对手。你背后的那些算计，在老赵的绝对实力面前，只不过是土鸡瓦狗。赵先生，华尔街的史密斯希望求和，并且表示与您作对都是程瑞一个人的主意。华尔街并没有与您为敌的意思。小人畏威不畏德，撞南墙知道拐弯儿，晚了。你告诉他们，在我这儿只有你死我活，没有投降这一说。是。赵山，不，赵先生，求求你同意求和吧。再这么斗下去，那史密斯可能拿你没办法，但是他会找我撒气的，他一定会把我从帝国的大厦扔下去的。程瑞，对待自己人你磨刀霍霍，对待老外你卑躬屈膝，你的骨气呢？骨气哪有命重要？赵先生，求求你了，
收了沈东吧，只要你饶了我，我愿意把我的钱、我的公司全部都给你。呸！软骨头，就你这种人也配与我齐名？我踹死你！我踹死你！没必要跟这种人置气。从他与我们为敌的那一刻开始，这就宣判死刑。就是啊，江丽姐，揍这样的人都脏了你的手。放心，会有人收拾他的。便宜你了。不会便宜他的。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该要撕碎了。行了，这事儿也是告一段落了，咱们走吧。郑山河，你真的想让我死吗？你知道吗？你要是不管我，华尔街那帮人真的会把我从楼上扔下去的。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跟华尔街那帮人做交易，那是与虎谋皮呀。程瑞，老赵早就给过你机会，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走喽！站着！周山河，我们最后再赌一次。你还想跟我赌？你凭什么呀？就是，连你背后的金主都是老赵的手下败将，你手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老赵赌？我跟你赌命！那我要是不跟你赌，你能奈我何呀？那可由不得你。程瑞，你小子狗急跳墙啊！没错，我就是狗急跳墙，那也是被你们逼的。我就算是死，我也就拉着你们垫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甘心认输。想怎么赌？说吧。俄罗斯龙盘，听说过吗？我们就赌这个。程瑞，你真是疯了！没错，我就是疯了。周山河，今天我们俩不死不休。老赵，别跟他赌，看他能拿我怎么样。别乱动啊！枪真的会响啊！不就是赌轮盘吗？那就来呗。不过我可提醒你，你但凡敢动他们一根汗毛，我一定会把你背后的势力一起都拽出来，挫骨扬灰。周山河，你这个说话方式让我很难办。你说我要现在一声令下，你们还有命站在这跟我说话吗？你敢！我什么时候过来？放他们走。老赵，不用管我，来啊，开枪啊！有你们陪葬，我站了。别担心，这一枪只是对你们的警告。我们的赌局已经开始了，再敢玩闹，真的会被打死。不就是轮盘吗？玩就玩到底。你先来还是我先来？你是客人，当然你先。程瑞，你混蛋！江离，江离姐，我早都说过了嘛，别乱动，他是不会受伤的。如果你只是想出口恶气，你冲我来，放他们走，有什么条件你提，我都答应你。跪下来，救我！好，我跪。老赵，你不能跪，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江离，你闭嘴！你听我说，我这辈子除了我的亡妻，我没再爱过别的女人，但你除外。如果我这一跪能让你们走，我愿意。我跪也跪了，可以放他们走了吧？当然不行了。我说了，赌局开始了，在赌局没有结束之前，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少校，老板，我这把老骨头跟你拼了！都别动！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卑鄙小人！承认，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
下一枪，干你啊！诅咒你这一枪会响。我也希望如此。诅咒你这一枪会响。我也这么想的。程瑞，你怎么这么该死啊？周山河，我承认你们两个人运气都很好，这不又轮到你了。这把你还准备选自己吗？过来，让我来！让我来！你别动！程瑞，这些事都是因我而起，跟老赵没有关系。你要杀就杀我吧。好，既然你们都这么甘愿为对方扛枪，我满足你们。怎么回事？这不科学呀！这怎么又没响啊？赵山河，我承认，老天真的很眷顾你们俩，但是你们的运气用完了，我看这次你怎么躲得过？老赵，让我替你扛一枪。我怎么说的？让我心爱的女人受一点伤害。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死。那既然这样，我们一起死。好，不过我走前边了。不疼。下辈子我还给你炖猪鞭汤。猪鞭汤，我只和你做。鸡巴娘，给我闭嘴！当我是空气是吧？赵山河，这一切该了解了。老赵，我怎么不疼？江丽姐，杀手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你们安全了。老赵，我们没事了。没事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让这种事发生。这儿该告一段落了，我们回家。行了，事情尘埃落定，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张先生，那我就先走了，回去要整合从华尔街掠过来资产。老板，我要去帮帮沈老，我也先走了。有事您随时联系我。您辛苦了。
经理，咱们是不是也该回家了？谁要跟你回家呀？别硬撑了，都这时候了，还不承认跟我是一家人呢？哎呀，哈哈，呼呼，真漂亮！我上辈子准是拯救了银河系，才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哈哈哈！老正经，就你嘴甜。哎呀，看见了吗？这是思瑶啊送过来世界各地那些世家的别墅、庄园，的房产证。以后甭管咱去哪儿，咱都有房子。这么多啊！自从扫清了西方那些世家以后，他们的资产现在都在我手上。咱俩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首富。还有这些珠宝，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甚至有一些连皇室都没有。这也太贵重了吧！你放心收着就行。自从清扫了西方那些世家，他们人人自危，生怕我一个不高兴，顺手把他们收拾了，这才善砍着8千里。行，那我放心收着。你干嘛？那你的呢？我的什么？这人家都送了，你自己的呢？你没有给我准备新婚礼物啊？我还准备什么呀？我的不就是你的吗？那不行，那你这也太敷衍了。那这样，我现在手里掌握着全球70%的产业链和各个世界500强的股份，到时候全都转到你名下。真的啊？当然是真的。这结了婚不就得上交工资吗？还是算了，我承认我确实不如你，我还是安心的做我的富太太吧。可不能妄自菲薄，不就是摔了跤吗？再站起来不就是了？还是算了，我好不容易才隐退，该好好享享福了。那些辛苦还是你自己来吧，反正你也说了，你的就是我的嘛。行行行，都听你的。那咱们是不是该干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当然是入洞房。等等，怎么了？不舒服？他说什么呀？这个是明昭给你的。这是啥？当然是管那个的。管那个的？那个是啥？就是让你更深究的更细。这个李明洲，我赵山河用吃这个吗？我明天我就开除他。说的跟你多厉害似的，这男人一过25啊，就跟60差不多了。女人可不一样，你满足得了我吗？我今天呢，非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不可。哎，完了完了！你说我找个年轻小伙儿多好，现在不等于手胡活。嘿，我今天啊，我还就不吃了。老虎不发威，你拿我当兵王，今天非让你求饶不可。轻点，弄疼我。哎，水，还说不说自己老当益壮呢？大姐，我这可是裸考，平时不学习，我上来就考试，能有一及格不错了吧？哎。行了，慢点吃，都是你的。来，再吃口韭菜。哎，还真是岁月不饶人。都跟你说了，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你偏不听，还以为自己20岁小伙子呢。那还不得亏你啊？那老话说得好，狮子头上一把刀，石榴裙下病难逃。这又怪上我了，是谁昨天晚上非要逞能，差点把自己老命都搭进来？你别噎着，你慢点儿。不过啊，你也算不错了，这么大年纪有如此战绩，可以。什么叫可以？那就非常可以。你忘了你昨天晚上怎么求饶的吗？行行行，你厉害行了吧？哎，你干嘛？你不厉害吗？待会儿吃完饭再补补课。
还是不喝？我这刚下课多一会儿啊，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啊！你不厉害吗？快点吃！以后我再也不嘴硬了。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快吃！怎么吃这么慢？行行，别吃了，我看你也补的差不多了，赶紧来吧。不是，